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24小时之内会发生的好消息哦。看到这支影片的人，24小时之内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呢？好，首先我们一样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的验证牌，来对应一下这是不是你们的能量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验证牌。好，首先呢，第一个能量是，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最近心里好像有一件事情在烦恼，好像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表面上呢，你的生活可能还是照常进行，该上班的人去上班，该上学的人去上学，或是有些朋友你在照顾家人，持续的照顾家人，然后来持续的做你的这个日常生活中该完成的事情。但是呢，你心里知道，你的内心啊，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快乐。有一件事情你在担忧哦，你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沉重感。有些朋友啊，他是一件好像在担忧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些朋友则是好像很多很多的小事情累积在心里，你没有办法把他们放下，或者说他们其实就有点像是不定时会跳出来困扰你的这种事件哦。你们最近真的是有点累了，而且我觉得你们不只是身体累，更像是心里很累，很多事情你都没有说出口，也没有跟别人抱怨，你可能一直告诉自己说好，再忍耐一下就好了，等事情过去就好了。你们有很多没有被消化的情绪，就这样子慢慢的堆积在心里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真的有一种莫名的疲倦感，甚至要笑都有一点勉强。
然后有些朋友啊，其实你很担心一件事情，或是有些朋友其实你心里一直在挂念着一个人，或是某一段关系哦，你可能心里会想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遇到这些事情？好，为什么看起来是很不公平的一个样貌，或者是说，为什么别人的这个一个决定会影响到你的很重要的一个生涯的规划，或者说你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别人的手上，你一直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好，那第二张牌其实啊，他想要告诉第一组的朋友哦，你们不用害怕，因为宇宙其实默默的在保护你。你们在担心的事情啊，你们现在害怕的事情啊，其实都是受到神圣的庇护的，所以它不会真正的伤害到你。大家看一下这道从高处降下来的光，它就是要来守护你的。也就是说，不管事情多么繁杂哦，不管你经历过怎么样子的被误解、被霸凌，或是人生最黑暗的一个日子哦，其实你背后是有护身符的，你们总是有办法逢凶化吉。而且那些试图要伤害你、试图要去泼你脏水的人，最后呢，因果会连本带利的让他们到他们应该要去的位置。所以这一组朋友啊，其实你们不用伤心也不用难过，而且相反的，我觉得你们要开心，因为属于你的公道并不需要你亲自去讨回来，宇宙一直都替你看着。如果真的曾经有人伤害你、欺负你、亏欠你，他们呢总是要背负他自己的课题，他们也都有他们的因果。现在没有发生，不代表永远都不会发生哦。而且这组牌其实一直在提醒第一组的朋友，不要把自己的能量一直放在那些人身上，你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把自己的心照顾好，其实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感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一直都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默默的保护着。有一些原本可能会更糟糕的事情，其实都已经在无形之中被化解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是宇宙想要给你们的一个讯息哦。好，那如果你觉得有符合到你的话，我们就赶快继续听下去，进入到我们的好消息的部分了。好，来感应一下这张牌的能量。这张牌叫出界月亮界限。好，这张牌呢是很深的一个冷色调，深蓝沉着，很安静哦。好，你们呢，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安静，或是有一点沉闷，或是有一点这种沉重，但是其实你的里面的内在已经有一股新的能量正在悄悄的醒过来。好，就想要问你愿不愿意打开自己去接住即将要给你的一件好事情。其实这张牌它在讲的就是一个心轮重新打开的状态，你们即将要接收到的好消息，它可能会跟一段关系一个连结或是一个温暖有关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体的旁边哦，左右各有一个弯月，然后中间有细细的轨道圈住中间的这个星球，像是在环绕着它，大家看到吗？好，这个构图啊，其实很像是一个古老的符号，叫做三相月。它是一边是弯月，然后中间是一个圆圈，另外一边也是弯月。这个代表月亮运行的3个阶段，它也象征着一个循环，从开始
走到完整再到结束。那这个符号它代表说，其实每件事情它都是有一定的时间的一个进展，然后也标记着某件事情它在走向它的一个圆满哦。我们再来看一下画面中，这边有3个人，他正在走在这个好像是雪地上哦。那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其实他在讲说啊，你们正在走出一个你原本以为自己走不出去的地方。你本来以为你困在这里，但其实你正在走出去。而且啊，这3个人他们是一起往前走的，步伐很一致，代表说接下来发生的这件好事情会是有人陪着你，跟你一起去见证这个界限被打破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是会有一股外力自然而然的把你往前推进，所以你就会顺着这个潮流，事情也会自然而然的动起来哦。这张牌的能量非常的安静，但是很扎实。我觉得它并不是那种爆炸式的惊喜，它像是月亮的光一样，很柔和，然后稳稳的慢慢的把你需要的东西带到你的面前。好，那这组朋友啊，你可能心里目前呢，还有一些声音，就是你觉得有一点不甘心，你还想要再试一次，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有点害怕，就是说啊，我真的可以再试一次吗？算了，我就不要去争了，因为也许我再去不甘心做一些什么，会不会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或是说对我自己也不见得更好，或是会被卷入一个好像更大的纷争中。好，其实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其实这种2种不同的想法，它正在被综合，正在被收拢成一个完整的圆。其实你们正在站在一个循环快要收尾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过去那些零散的念头，看起来还没有连在一起的线索，在接下来的这24小时之内呢，其实它会被收拢，被连接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圆。你认为你没有办法突破那个界限哦，其实呢，你们也要去跨过了，也要去往外走了，也要去突破了。好，那这张牌我觉得它也很像是紫微斗数中这个太阴星能量的一个展现哦。太阴星啊，它主管的就是直觉，是阴柔，是一种默默的在暗中守护大家的力量哦。通常呢，太阴星旺的时候，代表说其实你会收到一个来的刚刚好的一个消息，一种感觉到很细腻、很贴心的那种好事情哦。你们原本卡住的能量也会慢慢的被松开，所有的事情开始有了流动的空间。你们正在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具体而言呢，在接下来这24小时之内，你们会收到一个消息、一通电话或是一则对话的讯息，重新的被连结哦。比如说你跟某一个断了联络的人重新被连接，一件事情你原本觉得没有下文，重新的有了新的进展，或是你等待的这个事件啊，突然的有了消息，你会感觉到这个时机真的很刚好。或者是有些朋友啊，你是在这24小时之内的某一个瞬间，忽然就想通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过去可能一直让你耗损能量，或是犹豫不决，或是想了很久，接下来你突然想通了，你就是决定我究竟要怎么处理它，或者是我要放下它。好，那另外啊，你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会得到一种清静。好，原本啊，你觉得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推不掉的一些麻烦的事情，因为各种原因啊，自然而然的就自动远离你了。而且呢，你们能够去拒绝一些耗损你的杂讯。好，这些杂讯，这些会伤害你的能量远离之后啊，其实你们渐渐的会感觉到你的肩颈啊，你的紧绷感慢慢的消失。好，这组朋友啊，你周遭的环境会开始改变，那些无理的要求会慢慢的减少，
因为宇宙正在帮你过滤掉那些不属于你的干扰，让第一组的朋友可以重新夺回人生的主导权。我们的生活会从一种被动的去反应跟应对，变成主动的筛选。这个也是宇宙送给大家的第一份大礼，一种通透的自由感。这个是对自己灵魂一个很高级的尊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好，我们来到的这张牌啊，月亮圈支持。好，我们整个色调不一样了，变成一个温暖的橘红色，跟上一张牌的冷静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哦。它讲的是我们内在的归属跟生存的能量哦。一样，这张牌也有3个人，所以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不孤单哦。这张牌在说的是你们的集体支持哦。过去你可能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处理的，或是有一些情绪其实没有人理解的。你不大敢展现出你的脆弱，或是你觉得找别人帮忙是一种好像怕被拒绝，或是怕麻烦别人。但是看一下这牌上3个人的连接，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一直是被保护着。好，在接下来24小时之内，你会发现周围出现了一种很奇妙的神圣的同步性。比如说呢，某一个你正在烦恼的问题啊，你突然看到了，有人分享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法。好，这个不单单只是运气好而已，而是你们因为你过去种下这个善良的种子和你种下的一些利他的能量，正在透过这些人事物回流到你们的身上了。当你打开自己去接收之后，你就不需要一个人在扛着全世界的压力。其实过去啊，大家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喂养了强大的守护的力量，所以现在你身后那个强大无比的神圣力量，他们可以开始帮助你、支撑你了。接下来24小时啊，请大家放下一些防备，去接收外在的温暖。你会发现你们并没有被遗弃哦，你会感到一份归属，你会感到一种安全。这个归属感跟安全感会成为大家一个很强大的动力哦。也就是说，宇宙会透过你生活当中的其他人事物对你传达好温暖的一个拥抱，这个是利他的一个回流哦。因为你们过去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的付出努力跟善念，现在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宇宙的能量库里形成了一个闭环，它成为支持你的力量。我觉得它很像是你在黑夜中行走的时候，突然前方出现了一盏灯，让你确认你走的每一步路都是正确的。好，那大家再看一下这张牌，它的这个颜色啊，很像是深夜快要转向黎明的那个时刻。也就是说啊，你们可能情绪刚刚沉淀完，而你内心的这个温暖正要回来。过去你经历了很孤单、很安静或是很沉重的一个日子，已经要慢慢退去了，接下来温暖的能量要开始往这里靠拢。那对应到脉轮的话，橘红色贴近这个脐轮的能量，就是你核心的能量哦。你跟别人产生连结的时候，那个安全感的所在。当脐轮被启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们愿意让别人靠近你，你们愿意让别人帮你一把。好，这3个女生并肩站着，她们啊很像是命运的3姐妹。好，命运的3女神掌管过去、现在跟未来，她们所织的这个命运的线啊，不是只有一个人的线，而是彼此都缠绕在一起的线。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人生啊走到现在，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他可能靠着很多人的支持或是很多人的帮助才走到这一刻。同样的，日后我们还是要去接收来自宇宙、来自其他人的支持哦。那在月亮上方啊，我们看到一弯新月，还有一个特别亮的星星哦，它一路往下排成一条线，我觉得它很像在指引一个方向，它可以被理解成宇宙正在
传达一些讯息，就是讯息正在透过某种路径传达到你这里。那新月本身代表新的开始，星星则是指引的能量，这个垂直的排列就是有一股力量在顺着这条线一路把讯息把支持送到满月这里，再推送到这3个人身上，也就是再送到你身上。好，接下来大家在关键时刻会出现贵人，会出现庇应，会出现拉你一把的力量，会有一个人或是一群人自然而然的站到你这边，而且他们给你的帮助并不是你主动开口要的，而是他们自己察觉到你需要，然后主动的就伸出手来。也就是说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人，他主动的放下他身边的事情，然后去陪你，或是说来处理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在你没有开口的情况下，有些人就去分担了一部分你现在正在处理的担忧或是事情，或者是你会在一群人当中感到一份真的很踏实的归属感，一种温暖，让你意识到其实身边有人在陪伴你。那大家记住啊，你看中间呢，这个女生她的身形是比较娇小的，然后她好像被左右这2个人保护着，护在中间。也就是说，接下来呀，我们并不需要表现得非常的强悍，而是其实你内心当中比较脆弱、比较需要被照顾的那个部分，也可以由别人牵着你去走一小段路。好，这张牌的能量真的很温柔，但是它也非常的坚定。它不是让你去争取谁的帮助，而是它想要提醒你，其实外界的支持一直都在，而且这一次呢，它会主动的走到你的面前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这张牌哦，这一张牌是一个很高潮的能量哦，这张牌带有着金色的光芒，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显化的能量哦，这张牌真的很不一样。你们看有一个女生呢，她在湖水的中间，手伸得好长好长哦，她要去摘这颗月亮，月亮后面呢还隐藏着一圈这个金黄色的光哦。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光啊，它不单单只是月亮的光，还有太阳的能量混在里面。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月亮本来是属于夜晚，属于安静，属于等待，可是这张牌的月亮它却镀上了太阳的那种主动、外放跟敢冲的能量。这代表什么？其实你们接下来想要的东西啊，你自己忍不住会伸手去拿，伸手去要，然后你是可以拿得到、要得到的。整张牌啊，它其实有一点点刺眼，有一点点就是闪耀的，就是光芒太过耀眼，代表说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的自信、你的行动力会重新的爆发，重新的点亮。好，在画面的左右两边呢，各有一艘小船，划船的人朝着相反的方向，它是一个很对称、很平衡的一个镜像哦。它代表的是2股力量在同时的运作。一边呢是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的现实世界，另一边呢可能是你心里还在酝酿、还没有说出口的一个渴望哦。那这张牌把这张牌把2种力量都摆在同一个画面里，它意思是说啊，其实接下来24小时之内，你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好事情，会跟你心里那个不敢讲出来但一直在想的念头刚好对上，完完全全的接应上。好，接下来呢，宇宙给大家的讯息很直接哦，就是我们先伸手，我们去做吧，去要吧，然后不要再犹豫了，不要觉得这个会不会太冲动、太不合理。好，你就去报名、去申请、去拿你想要的机会、去开口问清楚你想要问的事情。
要先伸手，月亮才会落到你的手上。你不是要先确定摘得到才准许自己去伸手。你看一下他的手离月亮其实还有一小段距离，他还没有摘到，可是整个往上延伸的动作让整张牌都充满了张力。就是说这件好事情只要你感动起来，其实能量就开始运转了。你伸手想要去触碰那个月亮的时候，你就已经碰到了。它也是在告诉宇宙，你的行动也是在告诉宇宙说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我的丰盛了。所以在24小时之内啊，如果出现了什么灵感，无论多小，你都去尝试看看，不要犹豫哦。因为这一次不是你一个人去挑战而已，而是你背后那股强大的防护罩正在推着你前进。你要相信哦，只要你敢跨出这一步，因果齿轮就会顺势的运转，帮你把所有的绊脚石全部移开哦。你现在是带有防护罩的人，所以你们要大胆的去跨入一个你想要去跨入的领域，或是带着一份大胆尝试的勇气哦。这个是你迈开脚步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不要回头，我们就往前走。那个让你心动的事情、人事物，那个让你心动的月亮，其实就在你唾手可得的一个地方哦。好，接下来呢，进入到塔罗牌的部分，进一步帮大家看一下好消息。哇，我们来到的是正义牌，它是因果的校准跟平衡哦。我觉得这个正义真是太棒了，它是整组能量的一个定海神针哦。它对应的是宇宙最核心的法则——因果定律哦。过去你们默默承受的委屈，或是说你付出了这个善意啊，你不求回报的这些善心啊，其实宇宙都有默默的在帮你记录。接下来24小时之内，你会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如果你曾经因为某一些人事物而感到不公平，或是觉得自己的努力被忽视的话，这张牌告诉大家，公平正在发生，不需要你费尽心思去争辩。事实自己会说话，或是会有人听你说话，它是一种非常深层的心理释放啊。我感觉到你心里那个纠结的枷锁终于被打开了。宇宙想要告诉你，你过去做的很多好事，它都像储值在那个储值卡里的点数，现在它可以兑换成一个实质的正义了。它是一份让你站得更稳、更心安理得的力量。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光直接打在天平上，它是整张牌唯一被打亮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这张牌接下来也在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件事情它会特别的被聚焦出来，特别的被跳出来。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它是一个有关于你们在等待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你心里卡着的一件事情还没有定案，你不知道该往哪一个方向走，或是你正在等一个审核，或是一个纠纷，或是一个官司的结果，你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怎么判。或是你正在等一份健康检查的报告，你心里悬着，但是又不敢乱猜。也有可能你在等那个孩子的入学通知，或是一种申请案一个审核，你每天都在滑手机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但是这张牌想要告诉你，那个悬而未决的这个东西接下来24小时之内会开始有能量开始引动。画面中这个天平它两边放着的不是普通的一个磅秤哦，它里面有宝石闪闪发亮。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分量很重，并不是小事情而已哦。而且你们在等的这件事情它会渐渐的尘埃落定。好，而且这个天平的上方这边其实停留着一只小小的小鸟。这个小鸟它代表的是一个传话，一个通知，就是说你们会被通知到这个24小时之内有一些东西开始运作，开始安排，然后开始连结。接下来呢，你们要被通知到，不论是电话、信或是系统的通知，或是有人亲口跟你说这个结果。好，这些东西都已经在24小时之内开始酝酿了。
接下来啊，大家会有一种心里的大石头终于可以落下来，尘埃落定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这一张牌啊是金币的手牌哦，它代表的是物质跟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丰盛。这张牌对应到的是土元素的能量，它代表的是一个物质能量的显化。那它接在正义牌之后啊，我觉得代表说，其实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付出哦，终于转化成实质的收获了。而且这不单单只是金钱上的小确幸而已，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你应该得到的机会。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新的合作的邀约，或是一个关于投资或是资产配置的好消息，或者是某一个财务的问题，一个状况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方案哦。这一张牌的能量非常的稳定，非常的温柔，它是盛开的太阳花。它在告诉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所创造的价值已经有了明确的根基。你们不需要再为物质的条件感到焦虑哦。这个稳定的能量会成为未来你生活中最坚实的一个底气。同时我觉得这张牌啊，它也对应到关系跟家人。比如说你最近，或者说你过去一段时间，如果一直在担心家里的某个人，比如说孩子的状况，或是亲人的这个身体，或是某一个就是你觉得已经可能有点连接不下去的关系，那这张牌想要跟你说，接下来24小时之内会有一个小小的画面出现，让这件事情可以缓和下来。也许是有人突然说了一句话，让你眼眶湿润，或是你一直担心的那个家人，他其实是有办法好好的照顾自己，或是你跟某个人之间的那一道墙，冷冰冰的墙，被一句简单的关心问候，或是某一个连结，慢慢的被融化掉了。那这一组朋友啊，你们真的要相信这一份能量，这份传达的爱，这份祝福，你不用去怀疑它，不用去分析它，只要单纯的去接住它就好了。同时啊，我觉得这份爱也要传达到你的心里哦。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怎么想自己，或者怎么想这个世界，很多时候会慢慢的变成事实。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值得好好的被对待，其实你就会不知不觉把所有靠近你的好意都推开，或者是说你会放大生活当中那些不如意的事情来验证你的想法，或是你可能会放大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人事物来验证自己的一个想法，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多不好的人。但是现在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有些东西，有些念头要被改写。首先我们就是要改写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值得被好好对待，我们可以承接住来自宇宙的好运好消息。好，这一份好消息，或许它一开始看起来很不起眼，它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一个小动作，一句话而已，但是它的根基绝对很扎实，而且会慢慢的在你的心里长出安全感。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这张牌，它是权杖的手牌。好，这张牌对应到的是火元素，它代表热情跟创造力的全面的点燃。看我们前面呢，这个金币一给大家物质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这个权杖一要给大家灵魂的火焰。好，我们看一下，好美丽的这个蜡烛哦，小小的火光正在燃烧，代表说其实你内在的热情已经重新的被点燃了。在24小时之内呢，你会感受到内心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去做什么，想要去启动一个计划，或者是说对于原本已经放弃，或者是说好久没有做的事情，重新的产生好奇心。这张牌也告诉大家，你不需要为了别人而去燃烧自己，
你现在燃烧的是你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好消息啊，是一份关于重新出发的好消息。当你把你的热情投入到你想做的事情的上面的话，宇宙的显化速度会变得非常的快。而且啊，行动只是开始而已。当我们跟自己的生命力重新连接的时候啊，这个力量其实会带领第一组的朋友走向一个全新的时间线。好，这张牌啊，带有行动力，带有热情，带有大家想要做某件事情的那个冲动。那1呢，数字1，它就是一个最原始、最纯粹的起点。没有经过犹豫，没有被现实浇熄过的那把火燃烧起来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杯子上有一些花朵，各种不同花朵的图案，让我们燃烧的这一团火多了一点温柔。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很细腻的能量，很懂得照顾自己节奏的那种热情哦。我觉得它很适合那些你一直在小心翼翼推进一件事情的朋友。那接下来24小时之内，你心里会有一个念头，会有一个想法，你会忍不住要去行动，或者是说你一直在关注的一件事情出现了一个机会，出现了一个转机，让整个进度往前跳了一步。好，这团火一开始很小，但是你要相信它会越烧越旺。目前呢，它已经足够照亮接下来的这一小段路，只要我们跟着它走，愿意跟着它走，光就会越走越亮。好，最后呢，米娅想要跟第一组的朋友说，你们前面经历的那些沉重委屈，在接下来24小时之内呢，你们会被温柔的接住，被公平的对待。这一组牌组合起来呢，我觉得它就是因果的平衡到物质的显化，最后也点燃了大家灵魂的火种。宇宙正在透过所有的讯号，想要对你们说，你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试炼。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要去接收属于我们的实质的丰盛，去燃烧属于我们的热情哦。这个是第一组朋友生命里边一个崭新章节的一个开始。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那如果我们想要更快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在灵性的世界中一同学习成长。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24小时之内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好事情发生。首先，我们一样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验证一下这是不是你们的能量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第一张牌呢是有一个女生哦，她在晚上啊，好像轻轻的蹑手蹑脚的要进入到图书馆。大家有看到书柜吗？这个是一个书柜。好，这一张牌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可能过去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好像不大对劲，但是你还没有办法知道全部的一个真相。也许呢，你们过去的人生中常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你的直觉其实很早就发出一些声音在提醒你，但是你当下又会告诉自己说，是不是我太敏感，是不是我想太多？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原来我自己当初的这个想法，这个直觉是对的。那它可能是某一段合作，或者是一段感情，或者是某一个工作，其实你心里很早就知道答案了，但是你心里还是在期盼说，事情不是我想的这样，所以我再等等看，我再观察一下哦。那我觉得这样子类似的事件呢，在第二组的朋友人生中应该不是第一次发生哦。好，看到这个书柜我还感觉到书柜它代表的是一种累积知识跟经验，所以我觉得你们不是一组特别冲动的朋友哦。相反的，在遇到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你会开始查资料、做功课、比较，去看一看别人是怎么做的。那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人生其实有一个习惯哦，就是你很喜欢收藏。
可能收藏某一种玩偶，或者是你的兴趣，或是公仔，或是模型，或是收藏文章、影片、课程，或是截图，或是收藏书，收藏什么样的东西，小饰品啊，这种手链啊，或者是这种口红啊之类都有可能。就是你会收藏很多你喜欢的东西，或者觉得我以后要看的、要学的，这样子呢，它也是一种累积的能量。好，这也是一个第二组朋友对应到的这个验证的讯息。好，接下来呢，我再看一下，第三个是第二组朋友啊，你们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一件事情哦。比如说别人给你一个建议啊，你不会很盲目就相信，你会自己去查资讯，最后才做决定。这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其实你们是一个会观察型，然后收集资讯再做决定的人。同样的，我觉得你们其实很想要去避免犯一些错误，然后你们走的每一步路看起来都很谨慎。那这个可能是因为你曾经做错过一次，那一次犯错让你真的是痛彻心扉，所以感觉上你们现在走的每一步路都特别特别的小心哦。好，这是第一张牌。再看一下第二张牌，他是一个没有脸没有脚的人。好，这张牌啊，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优点，或者说放大别人的优点，但是你却看不见自己的好，就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哦。或者是你们好像在看待别人身上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的分析。比如说你朋友想要换工作，想要分手，想要创业，你是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你是可以就是讲的头头是道，很有道理。可是当这些事情降临到你身上，你好像就没有办法分析的这么的果断，就是你会开始怀疑，你会开始焦虑。所以这一组朋友啊，你们有一种能量是你好像会替别人解决问题，会替别人找答案，可是轮到你自己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反而迷路了，迷失了。还有我觉得你们有一种超能力哦，就是这个能力其实非常珍贵。比如说呢，一群人在聊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就会突然的想要去跟你越聊越深，可能你跟他不一定很熟，可是他就是愿意去跟你说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可能连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你吐露心事。因为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身上有一种让人放心的能量哦，你很会接住别人的情绪。好，这个是第二组朋友你们很大的一个能力，但你自己可能从来都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天赋。我觉得你们很容易看懂别人哦，有的时候呢，一个眼神、一句话，或是这个人的一个停顿，你可能就知道哪里不对劲了，或是对方的心情怎么样，是不是有事没有说。甚至是你跟一个人啊，你可能只是跟他见面个5到10分钟，你就大概摸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第二组的朋友直觉很准，但我觉得除了直觉之外呢，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观察力也是很细腻哦。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人其实是喜欢找你聊天，找你诉苦，或者说喜欢听你的建议啊，因为在你身边啊，你就是有一种可以让人安心的感觉。只要你愿意去表现出这样子的能量，其实你们是可以去营造出这样子的能量哦。比如说如果你朋友遇到困难，你其实是有办法安慰他的，或是你今天家人遇到问题，你是可以去想方设法去帮忙的，你们是有这样子的能力。但同时啊，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也是因为你太会控制你自己的情绪了。其实你们并不是没有情绪哦，只是
你可能没有办法在别人跟你诉苦的时候，或是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表现出这个情绪。其实你们很知道什么时候要坚强，什么时候不能哭，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笑。但久而久之啊，可能你忘记自己真正的样子了。这个并不是因为你们在表演在演戏，而是因为你们很会去照顾别人的感受，所以有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到比较后面的位置哦。所以这组的朋友啊，宇宙这边也有一个讯息哦，就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理解别人的这个温柔也留给自己的话，其实你会去看见你身上的光，你会去相信，你会去看见你自己是闪闪发光的，是有非常多优点的。好，那你觉得有符合到你们的话，我们赶快继续听下去哦。宇宙要给第二组的朋友什么样子的讯息呢？24小时之内好消息。好，第一张牌叫做月空无为哦。好，这一张牌啊，我心里有一个感觉，就是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终于可以不用这么累了。你们过去可能真的很用力，你很努力的想把每件事情做好，很努力的想要找答案，很努力的想要控制事情，朝你期望的那个方向发展哦。但这张牌啊，大家看一下中间啊，是一个弯月，然后下面是安安静静的沙漠。这张牌在说呢，其实有些事情啊一直都在进行，只是它不见得是照着你的时间表，而是照着宇宙的时间哦。我感觉到有人最近可能在等一个消息，在等一个回复，在等一个通知，在等一个款项金额，或是一个结果，或是某一段关系的答案。你可能会常常去刷手机啊，或是看看有没有新的讯息啊。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有些答案哦，当你愿意把心放松的时候，它才会慢慢的靠近你。佛家啊有一句很美的话，就是渡人的一个方法叫做法布施哦。法布施呢，它并不是跟你讲很多的大道理，而是一个人在他最迷惘的时候，我们给他一句话，让他突然想通。那我觉得24小时之内啊，宇宙很可能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你。它可能是一段影片、一篇文章，或者是一首歌，或是某一个人不经意说的一句话。本来只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可是放到这个时间点，不知道为什么你心里就有一种哇，豁然开朗，原来如此的感觉哦。我看见你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当你的念头改变了，整条路就不一样了。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的纠结是因为你太用力了。那宇宙透过这一张牌传达的好消息就是，其实有些事情啊，你已经不需要再做什么了，你可以去停止跟现实对抗，你不需要再为了规划而焦虑的时候，你反而能够看清楚全局。也就是说，接下来你会突然想通一件困扰你很久的事情哦。有的时候啊，你的过度努力反而是一种折磨，所以呢，宇宙想要让大家放下那种过度的责任感哦。你会发现，其实真正的答案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可能太用力把这个答案推开了。现在啊，有一个智慧的转念出现了，让大家不需要再陷入这种无谓的挣扎。好，第二张牌是变化莫测之月，改变。我很喜欢这张牌，我也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抽到这张牌绝对不是巧合哦。大家看一下这张牌哦，有一个美女，有一个女生哦，哇，她站在满月的前面，然后非常自信的站在这里，旁边呢有2只天鹅在守护她，四周还有蝴蝶，还有花朵。那月亮后面还散发着一道一道的光芒。这整张牌其实在传达一件事情哦，真正重要的改变并不是需要你们拼命去把它追来而是当你准备好有自信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发生哦。
第二组的朋友啊，可能你们过去的人生啊，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是，当一切要变好之前，都会先经历一番混乱。就是你可能每一次要换工作之前，都会经历一段比较迷茫的日子，或者说收入要增加之前啊，都会突然有一笔意外的支出，或者说在你真正遇到适合的人之前啊，都会先经历过一段或两段让你觉得很失望的关系，就是有点像是每次人生要往上一个阶段的时候啊，原先的这个世界或是被排好的计划，可能是会让你失望的，或是有一种被打乱的感觉。所以呢，其实久了之后，其实你们好像很害怕改变，因为你觉得改变总是会伴随着很多的混乱。但是这张牌其实在提醒大家说，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因为混乱而变差，而是因为混乱而提升哦。因为混乱代表宇宙正在重新排列你的道路哦，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在混乱的时期做了什么。如果最近很多事情没有照着你的计划走，我反而想要恭喜你哦，因为它代表说新的机会正在靠近，只是它可能不一定是用你预期的方式出现。变化呢，常常会让人感到很害怕，但它其实在能量层面，它代表的是流动，这个也对应到财施哦。财就是钱财的财，布施的施，也就是说它是一份很实际看得见的支持，它代表的是障碍的解除哦。大家之前在规划的事情啊，可能卡在某一个死结上，或者是说资源一直不到位，但是这张牌出现呢，预示着变动即将发生，这个改变会带来新的机会、新的资源，或者是某个人会主动的伸出援手，帮你把眼前的阻碍排除，所以它是一种很实质的推力，宇宙在推大家一把，让你可以顺势而为，让你可以去开展你想做的事情哦。人生啊，有很多礼物是要我们先愿意跨出第一步之后，它才会出现。所以这里的改变，并不是说要大家变成一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而是要让你自己开始相信，改变一个念头，相信什么？相信现在的你其实已经足够了。好，这张牌啊，旁边有2只天鹅，天鹅几乎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他们是一直陪伴着彼此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24小时之内啊，我觉得你们会遇到一个愿意支持你的人，他可能不一定是直接给你很多钱，也不一定是直接一次把你问题解决到位，但是他可能会跟你说，如果需要，他这里是有资源可以帮助你，或是他刚好认识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或者说这个资源你可以用，或者说这个机会给你，或者说如果你生病的时候，他是可以来照顾你的，或是给你一个安慰，就是一种实际的支持，或是生活上的协助。也就是说，他愿意把他拥有的资源、机会、时间或是人脉分享给你。那我们接下来要学会的事情就是接受。宇宙想要告诉你，真正的强大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完成，而是你愿意相信，当你需要的时候，也有人愿意去接住你。所以这张牌的改变啊，不只是外在的环境开始流动，更是第二组的朋友，当你的内在开始松动之后，当你相信你可以去相信某一个人的时候，当你不再觉得接受帮助是一种亏欠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要愿意伸出手，你就可以去接住那一些本来就属于你的幸运跟祝福。所以说，如果接下来呢，有人请你喝饮料，不要拒绝；有人要介绍一个机会给你，也不要拒绝。那宇宙送给你礼物，它很少会直接写着说这是礼物，所以呢，请大家用心的去观察生活。有人请你喝咖啡，有人介绍工作机会给你，有人愿意把他拥有的分享给你，这个呢，都是宇宙想要送给大家的好消息。好，我们接下来呢，看到月运保护。好，这张牌啊，它的画面很简单哦，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天空哦，旁边有2个
小小的弯月，下面是一片沙漠。这整张牌很特别哦，它没有人，也没有动物，也没有很多华丽的元素哦。好，就是这样子简单的画面啊，其实它传达的力道反而更强哦。在大自然里啊，如果月亮的周围出现一圈光环，它就叫做月晕。那古代人看到这个月晕啊，会知道说，可能天气要改变了，所以有一句话叫月晕而风。那它是一种提醒，告诉你说环境可能要开始变化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啊，其实是有人他正在替你挡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没有得到就是没有运气，但是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有些事情没有发生，有些人你没有跟他在一起，有些机会你没有拿到，其实是在保护你哦。也许一个合作当下没有谈成，你很失望，但你后来才知道，可能对方有问题。一个工作呢，当下没有录取，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你才知道，也许公司的营运是有问题。那一段关系呢，可能没有办法继续。那这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不一定是遗憾，有可能是一个幸运哦。所以抽到这张牌啊，其实是要替大家开心的，因为呢，未来24小时之内啊，你会发现哦，过去有一件事情，它可能没有照着你的计划走，但它不是阻碍，而是一种保护。还有大家注意哦，你看。除了满月之外，旁边有2弯新月，为什么会同时出现满月跟新月呢？好，其实这张牌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人生并不是只有一个阶段，有些事情正在圆满，有些事情才刚刚开始，所以结束跟开始本身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未来24小时之内，你可能一边放下一件事情，同时又迎来新的机会，也许是某一个计划告一段落，同时呢又出现新的邀请，或者是说一个答案尘埃落定之后另外一个新的方向生活方式也开始开展。那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宇宙想要给大家最大的一个祝福哦。那在这里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以为保护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可是真正的保护呢，宇宙想要传达的并不是说让接下来的人生完全没有风雨，而是在风雨来临之前先带你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呢，今天有一件事情突然延期了，取消了，改时间了，或者是有人突然跟你说我今天先不要，请你不要急着失望，急着难过，因为有的时候看起来的错过，其实是生命正在替你避开一条不适合你的路。所以呢，这张牌送给你的好消息，不是得到，而是被守护。有些好运你当下是看不见的，有些保护也是你事后才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相信哦，真正的保护是先把不适合你的默默的带走。所以这个就是宇宙想要送给大家的好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好，这张牌很可爱哦，是宝剑4，有一只橘猫哦，很安心的在睡觉。它睡得非常的好。他睡得很熟，并不是因为他很累，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现在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哦。那他的旁边呢放着几支画笔，代表说其实有些事情可能是他接下来想要去完成的。那他并没有管这个画笔，他就是很安静的在睡觉，因为他觉得不需要再担心什么。这张牌在讲什么？这张牌在讲第二组的朋友，你可能有一个习惯，就是事情没有完全完成，或者是说有些事情还就是没有完全定案，你就不敢真正的放松。比如说，好的手机有未读的讯息，我就要
就想要把它点开，想要把它回完。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一直惦记着，或者说，如果有一件事情还没有确定，你就会一直放在心上。甚至有些朋友，你明明出去玩，但是脑袋里还在想工作，或者说，你在吃饭的时候还在想着昨天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明天的一些想法，好像说其实你的身体在休息，在睡觉，可是你的心很少真正的休息哦。所以呢，第二组少部分的朋友啊，你们其实是在过一种很累的人生的模式哦。你们会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拿来担心。比如说呢，这个通知晚了一天，你就会开始想说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很多事情到最后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但是你的情绪啊，哇，已经先千回百转，这个小剧场已经先走了一大圈了。所以我觉得你的心其实很累，你可能一直在猜，等待答案，等待结果，等待很久了。你等待就是这种心累的过程很久之后呢，你好像忘记了，其实你是可以安心的。好，这张牌啊，想要告诉你们一件很温柔的事情哦。猫呢，只有在它觉得最安全的地方才会睡得这么熟，因为它知道不用害怕，它是安全的。所以呢，接下来我就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安心，就像这只猫一样，猫的警觉性其实很高哦。如果说周遭的环境不安全，然后有一些风吹草动，其实它很容易就醒了。可是这只猫真的没有，它就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状态。接下来呢，宇宙想要给你的好消息就是让你觉得安心的时刻，你收到的讯息，听到声音的那一刻，第一个反应就是深深的吸一口气，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心里终于可以放下一个担忧的心。还有少部分的人啊，你们是不是很害怕自己去漏掉什么，没有看到什么，所以神经一直绷着很紧，就是你可能就是排程排的很一个接一个，所以不能够漏掉。但是接下来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原本啊，这个排得很紧的行程，有可能突然的会去取消或是延期。这个不是一个坏消息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呢，反而让你多出了一段属于你自己的时间，而且也不会真正的给你造成什么样子的损害。你们过去啊，可能很多事情都想要自己顾好，你很多事情都想要自己做，因为不喜欢欠别人人情哦。你可能宁愿自己累一点，也不想要开口。可是这一张牌想要告诉你，如果未来24小时之内有人要替你分担一些事情，有人主动联络你的话，你绝对要去接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是宇宙想要给你的一些善意，你不用一直防备着，不用一直害怕，你的心可以先安静下来。当你安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你一直担心的事情哦，它其实不一定会发生。所以第二组的朋友，观察一下未来的24小时，你会收到一则让你安心的讯息，一个确定的答案，或者是一个突然让你变轻松的安排。也有可能是有一个人跟你说，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他会处理好。这些呢，都是宇宙想要给你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它会让你的心慢慢的回到一个很舒服很安稳的一个位置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高女祭司。哇，这张牌画面也好安静哦，延续第一张牌安安静静的能量哦。有一个人呢站在海边，好，看着一湾很大的月亮哦。整张牌也是一个很美丽的景色。这个人他没有急着往前走，也没有伸手想要抓住月亮，他只是静静的站在这里。而且月亮它其实是紧贴着这个海面的，整个海水也很平静，所以整张牌有一种时间静止的感觉哦。
很多古老的文化相信哦，月亮掌管的不只是黑夜，它也掌管了人类的直觉、梦境跟潜意识，还有每一天潮汐的变化。所以呢，看起来是海在流动，其实真正影响它的是月亮。月亮在做什么呢？它在提醒我们说，有些力量它是看不见的，但是它依然是存在的。有一些答案我们并不需要一直去找，等到时间到了，自然会出现。所以这张牌送给你，其实是代表说，其实你们接下来会知道一件原本不知道的事情哦。它不一定是有人正式的告诉你，它很可能是藏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比如说你滑手机的时候啊，有一篇文章刚好回答了你最近的困惑，或者是说，一支影片跳出来，你本来只是随便的点开，却发现里面有一句话，好像就是在跟你说的。也有可能是你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不小心提到一件事情，你才会发现，原来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啊，我会觉得你们会突然发现一个被忽略很久，或是你过去不知道的机会，它其实一直都在那边，只是你过去没有管道得知。它可能是一个课程、一份工作、一个合作、一个奖学金，一个活动，或是什么样子的申请的一个管道，甚至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它一直都在哦，只是你之前没有注意到它，或是没有管道去得到这样子的资讯。那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见了，然后你看见之后，心里会有一个感觉说，原来它其实一直都在这边。那如果呢，这组的朋友你之前有遗失一些东西，或是你在找东西的话，那我也想提醒你哦，这张牌也有一些失而复得的能量。它可能是一封信、一个档案，或者是你找很久的一个小东西，或者是一个资料，或者是你以为已经错过的机会，人事物都有可能重新的出现在你眼前哦。好，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啊，如果接下来有人跟你分享一个故事，或者是说一个看起来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情境，先不要急着把耳朵关闭哦，因为这张牌最大的祝福就是线索。其实很多事情啊，它并不是直接把答案放在你面前哦，而很像是先给你一个提示，然后你把这些提示一个一个串联起来之后，你就好像拿到了一把钥匙，你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那在灵性的世界里啊，其实月亮也是跟梦境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呢，今天晚上如果你做了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梦，或者说你半夜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建议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因为呢，有的时候这个梦境它其实是在告诉你一些什么。有的时候啊，白天一直想不通的事情哦，反而会在夜里你的心最安静的时候，答案就浮现了。所以呢，我觉得前面这张牌它送给你的是安心，让你的心可以慢慢放下来。接下来这张牌它送给你的是答案，它可能是一个秘密、一个灵感、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关键的提醒，让大家突然看懂整件事情的一个关键的真相。还有啊，它照亮了，就是月亮照亮了黑夜，它也照亮了以前你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所以未来24小时之内要多留意身边出现的人、听到的话、出现的资讯。所以你会发现，你从这个当中去看懂了什么，去明白了什么。好，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是我们的战车牌哦。这一张牌啊，它并不是传统的2匹马的那个战车牌哦。这一张牌它画了一台很普通的这个脚踏车，有一个人慢慢的沿着湖边的小路往前骑，这个风景很美，有高山，有湖泊，有温暖的阳光哦。这个人他非常的笃定，非常的清楚，只要自己一直往前走，就一定会到达想去的地方哦。那我很喜欢这一台小大车，还有这个作者啊，把他的家当，就是这个小背包啊，都背在他的身上。
骑过脚踏车的人都知道，真正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开始踩下脚踏车的那几下，在轮子还没有转起来之前啊，它可能很容易失去平衡，或者你会觉得很重。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再持续的多踩几下，轮子开始转动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这么困难，它会越来越稳，越来越顺。这样子的过程呢，它叫做飞轮效应。很多人呢，我们看到了别人的成功，就是我们已经看到那个飞轮转起来的样子，但我们却没有看见，在这个飞轮转起来之前，他默默的学了多久，累积了多久，又跌倒了多少次。所以其实很多人啊，并不是输在没有能力，而是输在过早放弃，在这个飞轮还没有开始转动之前，就先放弃了。好，那抽到这张牌啊，真的要替大家恭喜哦，因为在未来24小时之内，你们的人生很容易触发某一个让这个飞轮开始转动的契机。它可能是一个被卡住很久的事情，终于开始推进了，或者是说一直没有消息的某一个这个合作突然有了回复，或是你终于收到了等了很久的通知，一个计划终于可以开始执行，或者是有人主动的来找你等等的。那它看起来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步，但是呢，就是这个小小的一步会让后面的事情越来越顺。那同样的如果最近有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很想要开始，却一直没有开始的话，这张牌也在提醒第二组的朋友啊，我们要先去踩。因为脚踏车的轮子自己不会转，我们要先去踩这个踏板嘛。当你踩下第一步之后，它才开始往前，往前之后，其实你会越来越有信心。所以这个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条路，它其实是没有终点的。人生啊，很多重要的事情啊，它并不是靠着这个短跑冲刺拿到奖杯就结束了，而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它是一场长跑，所以我们要去配速，我们要拥有我们的节奏。当我们愿意一直往前，每一天进步一点点，当你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我们真的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所以呢，这张牌想要送给第二组的朋友的好消息就是成功开始发生了，但是你要去踩下这个第一步，你要去开始转动这个飞轮哦。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我们的心安定下来之后呢，我们会找到方向，看见真相，看见答案，然后我们的人生开始往前推进。它可能是从一个很小很不起眼的地方开始，但最后啊，它会慢慢累积成你看到的美丽的风景。所以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啊，宇宙其实对你们是很偏爱的，他用各种方式来度你们。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慢啊，或是卡关是在浪费时间哦。其实每一份沉淀都是为了让之后的战车可以跑得更远更稳。好，希望今天的解牌可以成为大家最温柔最强大的一个后盾。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更快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把人生的选择权拿在手上，让我们在灵性的世界中一起学习成长。下次影片见喽，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24小时之内会发生的好消息哦。首先呢，我们一样进入到我们的验证环节哦，来看一下这一组牌是不是你们的能量。我们的第一张牌呢是这个在吃东西啊，我们的第一张牌是食物啊。好，首先的第一个验证就是，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是那种很容易被美食疗愈的人哦，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想要吃一顿好吃的，喝一个好喝的，或是买一份甜点，然后让自己被美食疗愈。吃完之后呢，心情可能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因为美食对你来说啊，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滋养。
还有这一组的朋友啊，有些人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很重视和别人一起吃饭的感觉哦。你会发现很多很美好、很幸福的回忆，好像都是发生在餐桌上。比如说，跟家人一起吃晚餐，跟朋友一起聚会聊天，或者是说跟另外一半一起去一间一直很想要去的餐厅哦。有的时候呢，食物好不好吃，它是一个关注的点，但是跟谁一起吃，这个可能才是你们最在意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愿意陪你吃饭，陪你聊天，陪你一起喝咖啡，喝下午茶，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幸福。好，那这里还有一个验证啊，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美食的人。比如说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很好吃的餐厅，就会想要去推荐给朋友。那出国旅行的时候啊，你也很期待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料理，因为对你来说啊，美食它不只是填饱肚子，就是不是只是吃进去而已，它也是一种分享快乐、建立连结的方式。它不单单是生理上的一个饱足，我觉得对第三组的朋友来说，更像是一种疗愈心灵的仪式，同时也是连接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跟重要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哦。所以呢，这一张牌它连接到的代表情感的流动。好，那我刚刚还有讲到你们会用美食来滋养自己嘛？那我觉得这里啊更深层次的有一个意涵是，你们现在的人生一直在寻找某一种能够真正滋养自己的东西，它可能是安全感，它可能是被爱、被理解，它可能是一份真正热爱的工作，也可能是一种人生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在这一组牌，你的人生当中好像还在寻找一种答案，还在追求一个能够满足你内心的渴望。有的时候你们真正饿的不是胃，而是你的心。好，这是第一张验证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验证牌。好，第二张验证牌就很不一样咯，它是一个城堡。我觉得这张牌连接到的能量还蛮多的，大家可以慢慢听哦，看自己中了几个。第一个，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不是蛮重视安全感的？就是你并不是说第一次见面你就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好像一五一十的掏心掏肺的告诉别人。我觉得你们比较慢熟哦，你喜欢先观察，先相处，先看看眼前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去信任，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打开你的心。所以很多人刚认识第三组的朋友的时候啊，可能会觉得你有一点距离感，甚至觉得你好像有点神秘，不是这么容易看透。但其实等到跟你相处久了，认识你更深的时候，就会知道其实你们并不是冷漠，你们只是很保护自己的内心哦。因为你们很清楚，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走进你的世界。好，那接下来第二个连接到的事情是，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特别容易被一些有历史感、有故事、有文化底蕴的东西吸引。像是欧洲的古堡、教堂，中世纪的一些老城区啊，一些老城啊，或是博物馆等等的，就是里面有一些历史的收藏。你们也很向往一些充满历史氛围的国家哦。或者说比如说你们去旅游的时候，去日本的时候，你可能对于一些古城啊、姬路城、大阪城等等的地方，这种古迹特别的感兴趣，因为这些地方他们是经过时间洗礼，他们是承载着历史跟故事的一些地方哦。你们的心就是特别的容易被触动，所以呢，你们欣赏的并不是只是一个外表，而是这个背后蕴含了什么样子的生命故事。其实比起这种短暂的流行啊，你可能更喜欢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事物。那我觉得这张牌也反映出你们的个性哦，你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你不太喜欢很肤浅的人际关系，
比起认识很多这种泛泛之交的朋友，你更重视的是真正能够懂得你的人，然后你也可以去懂他、信任他哦。所以比起这种短暂的火花热情，你们更珍惜可以一起走很久、慢慢累积信任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总是把自己的心保护得很好。城堡啊，它象征的是大家的内在世界哦。你的城堡其实我觉得盖得蛮坚固的。这个城堡啊，它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可能曾经被攻击过，或是受过伤、失望过。这一路走来呢，你会发现有些事情你只能靠自己，所以你开始建立起很多保护自己的方式，学会不要太快相信别人，学会遇到委屈的时候，不要只是自己消化，你要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有的时候也学会把脆弱藏起来，假装自己都不怕。这些高墙啊，保护了你，也让你们变得更成熟、更坚强，甚至更有韧性。但同时啊，宇宙也想要提醒你说，好，城堡它最大的功能是保护主人，可是如果这个城墙越盖越高，会不会让真正爱你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靠近你呢？因为有些朋友其实并不是没有人爱你，而是你太害怕再次受伤，所以选择把门关起来。所以我觉得少部分的朋友，你们确实有连接到这样子的状况哦。牌卡其实很想要提醒你们说，这张牌啊，你们现在在寻找的答案，有可能就在你过去的一个经验里，就如同你们很容易被那些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东西触动一样哦。其实有些事情你曾经经历过，有一些困难你早就跨越过，所以其实你们本身也是一个累积很多经验的人，这些都是你们人生最珍贵的宝藏。所以说，如果你最近一直在回想过去发生的某一件事情，它可能是宇宙正在透过这个回忆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好，你们的灵魂啊，其实一直在找寻一个真正能够属于自己的归属，一个真正能够让你安心做自己，不需要逞强，也不需要伪装，也不需要一直去防卫的地方哦。所以如果你最近偶尔会回想到过去，或是突然想到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它是宇宙的一个提醒哦。宇宙可能正在透过那些回忆，在提醒你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好，最后我还想要分享一个讯息哦。这张牌除了安全感之外，它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上的家。刚刚说过，你们可能向往某一种文化、某一种生活方式，那些有历史、有文化、有故事的地方哦。其实它未必只是一种旅行的一个愿望，我觉得更深层来说，它代表的是你的灵魂一直在寻找一个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归属。一个可以让你安心做自己，不需要逞强，也不需要伪装的地方。好，以上2张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符合到你们的话，我们赶快继续听下去哦。好，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哇，第一张牌紫色，天注定，月亮召唤。好。这一张牌很多人看到天注定，第一个是不是想到的是宿命？好像说我的人生是不是一切都被安排好了，没有办法改变？好，但其实我觉得这张牌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一种宿命。好，但是我觉得这张牌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一种宿命，而是天命哦。什么是天命呢？天命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完成一件多伟大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属于自己的课题，又有一条真正适合你自己的道路。有些人很年轻就找到了，有些人可能要绕很多路，跌跌撞撞很多年，才慢慢的明白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但是呢，只要这是属于你的路，它并不会因为你晚一点开始就消失，它会一直用不同的方式在你的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你，引导你，直到你愿意回应它。那我觉得月亮
它是你灵魂最真实的声音哦。很多时候你的头脑还在分析，还在犹豫，可是你的内心其实早就知道答案。所以第三组的朋友在未来24小时之内可能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它会像是一盏灯一样突然照亮你眼前的路，让你更确定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有可能它是一句话，一种这种聊天聚会，或者是说一个灵感，一个机会，甚至某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巧合，都有可能成为宇宙回应你的方式。我想要跟第三组朋友说哦，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个这个好消息并不是突然来到你的生命中，而是你开始去回应某一个召唤，你开始知道原来你自己一直听见的那个声音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你的天命正在轻轻的呼唤你。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找不到自己的天命，而是太急着想要知道终点，忘记了天命它本来就是一段旅程哦。宇宙它可能不会一次把所有的答案都告诉你，但是它会在你准备好的时候照亮你眼前的下一步。好，你再接下来看到月亮升起真相。好，大家有没有看到4个月亮从地平线慢慢升起？好，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个事情的全貌啊，它是慢慢的看清楚的。很可能我们一直想要知道某件事情的答案，知道说我该怎么选，该怎么做，该相信谁，该往哪里走，可是好像没有办法一次就知道所有的答案。这张牌呢，它想要告诉你宇宙会像月亮一样一点一点照亮你的路。今天呢，让你明白一点，明天再让你再看懂一点。等到你回过头来去看，你才会发现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有它发生的原因。第三组的朋友，24小时之内有一件事情你原本可能很困惑，接下来会开始变得很清楚。它可能是一段关系，一份工作，或者是一个你犹豫很久的决定，也有可能是你一直想不透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会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很像是最后一块拼图终于被放回到原本的那个位置。那这边呢，很多人看到真相，是不是想说有人欺骗我吗？或是说是不是谁的什么秘密要曝光了？好，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想月亮除了代表秘密，它更代表的是一个照亮自己的内心，照见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说，最大的真相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终于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适合的是什么，真正值得珍惜的是什么。也有可能是你终于愿意承认，有些人有些事真的应该放下了。好，大家仔细看一下这4个月亮好，它其实是代表成长过程，成长的一个过程。每一个成长都需要过程，我们并不要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结果就放弃，就觉得自己走错了。因为很多事情它其实早就在酝酿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显现，所以不要急从这张牌来看呢，24小时之内可能会出现一个契机，让你心里有一个很笃定的感觉，让你有一种确信，就是原来如此，终于懂了。宇宙会让一件事情从模糊变到明朗，也会让你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当你真正看清楚之后，你就会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呢，我们会接收到宇宙送给大家确认天命的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呢，会让你更看清楚现在。好，再来看一下这张牌，满月宽恕。有些朋友如果你内心有一种罪恶感，好，自己曾经做错了事，犯下的错，
种种的，不管是自己对不起自己，还是自己对不起别人，现在呢要被这个宽恕的能量所释放了。好，这张牌是满月宽恕哦，大家看一下这枚又大又亮的满月，它没有任何的缺角。月亮啊，从新月一路走到满月，它经历了不同的月相，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它是一天一天、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样哦，很多的成长，它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很多的伤口可能也不是一天就能够痊愈。好，这张牌讲的是宽恕，这2个字很有力量哦。不论是你曾经对不起别人，或者是你曾经对不起自己，宇宙都想要跟你说，我们可以在满月的能量下释放哦。有些朋友你可能一直在责怪自己，觉得说，当初如果我不做那个决定，不相信那个人，不放弃那个机会，我是不是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勇敢一点、聪明一点、早一点行动，是不是就会走上另外一条路？但是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那些你以为走错的路，其实都让现在的你多了一份智慧，多了一份成熟，也让你更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宇宙呢，想要告诉大家，不要再一直惩罚自己了，因为过去的那些经历啊，已经让我们学会了该学会的事情了，我们不需要再把自己困在过去。有些朋友你需要宽恕的事情，可能不是自己曾经犯的错，而是别人伤害过你、辜负过你、欺骗过你。只要你一想到那件事情哦，你心里还是有愤怒、有委屈、有不甘。这个宽恕啊，并不代表我们认同对方的行为，也不代表说我们要假装一切没有发生。为什么宽恕要出现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决定不要让那段过去继续控制现在的自己。因为我们一直抓着这些伤害，最累的人其实不是对方哦，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反复的、重复的被我们的回忆所伤害。所以呢，24小时之内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你的心突然放松了一点，你突然想通了一些事情，你不再责怪以前的自己，或者是说某一个困扰你很久的事情变得没有那么重要。真正的宽恕呢，并不是送给对方一个礼物，而是送给自己自由。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并不是失去尊严，我们丢弃的是一直消耗我们的那些负担，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颗更轻松、更自由的心。所以宇宙会帮助大家放下一个一直以来你都背在心里的一个包袱，无论是对自己的愧疚，对别人的怨恨，或者是一段没有办法走出来的过去，你们会开始释怀，开始原谅。因此第3组的朋友可以重新的找回到内心的平静。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3张神谕卡，它其实很完整。第1张牌就开始召唤大家的天命，第2张牌我们慢慢的看清楚真正的方向，最后提醒大家，我们想要走向新的未来，要先放下过去的负担。当你愿意宽恕，我们的人生就有了新的空间去迎接更大的幸福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我们的塔罗牌第1张牌是隐者。好，这张牌啊，跟传统塔罗牌的隐者不大一样哦，它没有老人，没有拐杖，而是呢有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看书哦。那书的背后啊，有一颗很大很大在发光的星星哦。这张牌让我想到一句话，有的时候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并不是运气，而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一直卡住，并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有些人辛苦工作很多年，最后还是存不到钱。也有人因为一本书，一个正确的观念，人生就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24小时之内的好消息，它更像是一个启发。你突然看到一支影片，读到一本书，听到一句话，
遇到一位愿意分享的人，或者说滑手机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一段文字，让你立刻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哦，原来可以这样做，原来可以这样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一句话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是真的有。因为一个正确的观念，它可能会影响你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之后的人生，甚至它会改变你的选择，改变你的习惯，最终改变你的命运。大家看一下，仔细看一下这张牌有一个发光的星星。星星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方向，代表说宇宙并不是直接的把答案送到我们的面前，而是宇宙先照亮我们眼前的路。那照亮之后，接下来要不要走，就是第3组朋友你的选择。所以呢，这张牌也在提醒第3组的朋友，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不要小看任何一句让你觉得很有感触的话，因为你现在吸收到的一个观念，可能就是改变未来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所以如果你今天突然很想要学习，很想要阅读，很想要去研究某个领域，甚至是突然对某件事情产生很大的兴趣的话，我都会鼓励你们去试试看，因为很可能宇宙就是正在回应前面的那张天命的这个召唤的牌。它并没有直接的把终点告诉你，而是呢，先送你一盏灯，一张地图，一个方向。在未来24小时之内呢，你可能会遇到一句话、一个观念、一个老师或是一个契机，让你开始看见新的可能性。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就是认知，而赢者这张牌啊，就是要改变大家的认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魔术师。很棒耶，我觉得这个连结，赢者帮大家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观念，改变命运的观念。魔术师是什么？是把这个认知、这个观念真正的化为可以改变人生的行动。所以魔术师这张牌啊，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哦，真正把机会变成现实的人是你自己哦。宇宙会把门打开，也会把资源、机会跟灵感带到你的面前。可是呢，愿不愿意跨出那一步，愿不愿意伸手接住，最后的决定权是在你自己身上。因为再好的机会，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它就停留在机会而已。再好的天赋，如果没有发挥，它也就只是潜力。第3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去行动，因为这张牌是魔术师，你会跨出去，你会将一切的资源整合，变化出，就像魔术师一样，变化出无穷无尽、色彩缤纷的一个世界。所以当你开始回应宇宙给你的召唤之后呢，你们就开始走到一条不一样的路了。大家看一下这张牌哦，魔术师在天跟地之间，然后呢接住了从天而降的光芒，而且它也幻化出不一样的这个云彩。这张牌很漂亮哦，它想要告诉你说，当你愿意伸出手，就有愿意把力量交给你。你们的能力就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中去累积、去建立起来。所以接下来，如果你有一个念头，就是你突然很想要去做某件事情，或是有个机会让你很心动的话，宇宙想要告诉你，就去试试看，去把某一个观念化为真正能改变你人生的一个行动哦。接下来的努力会让这段路程开始加速，你们正在走向属于自己的一个天命。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塔罗牌哦。好，最后一张塔罗牌呢，是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结尾，它也代表的是一个核心的精神，它代表的是宝剑五的能量哦。宝剑五在讲什么呢？它在讲的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位置之后，我们开始会用新的标准来看待你自己。好，牌面上这个人呢，他手里握的剑，周围有很多的乌鸦。这张牌好像带着一种压力，就是外面有很多的声音，很多的考验，也有很多人在看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很多人一看到宝剑五，第一个想到就是冲突、竞争或是输赢。但是今天呢，我们被放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它更像是代表说，你们要被提升，人生要被拉升到一个更重要的层次。
有的时候啊，因为环境改变了，位置改变了，我们也会开始用更高的不同的标准来看待自己。以前你可能觉得说，我只要把我自己事情做好了，可是当你的位阶提升了，当别人开始信任你、依靠你的时候，甚至有些人是把你当成前辈可以咨询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会慢慢改变。你可能会变得更主动、更负责，或是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所以我觉得在24小时之内很可能你会被交办或是交付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是有人会来询问你的意见，请你帮忙做决定，或者是说你们会在某一个场合之内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那表面上看起来它可能只是多了一个责任，多了一个任务，但其实它真正带来的好消息是，你们开始被当成有能力的人哦。以前的你可能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经验还不够多，或者是说还是有人比你更加的厉害。可是接下来呢，你会从别人的反应发现，原来在某些人的眼中，你们早就是那个可以依靠、可以信任、可以提供方向的人了。会有人主动的询问你的意见，可能你会成为榜样，也有可能有人会模仿你的做法。你可能会被安排去带领、去示范，甚至只是有人很自然的对你说，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或者说因为我比较信任你，所以我要跟你做这笔生意。好，当你进入到这个新的位置，你自己也会慢慢的改变，你会更愿意把事情做好，也会开始拿出以前没有拿出的能力。这个并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新的环境、新的位置，让你把本来存在你身上的某一个部分唤醒了。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你先准备好才有资格站上某个位置，而是你先被放到那个位置上，再慢慢的长出跟那个位置相匹配的能力。比如说呢，你当了主管，当了前辈，才开始学习怎么带人；你成为父母，才开始学习怎么样子学会负责照顾小孩。那你也开始意识到，其实你的态度、你的一言一行是会影响周围的人的。所以这张宝剑五它带来的可能是一种身份上的转变，我们不再只是跟着别人的人而是我们可以成为影响环境的人。以前你可能会因为周遭的环境而感到消极，自己也跟着没有动力，但是现在呢，你的态度会开始带动别人，你愿意认真，身边的人也会更认真，你愿意主动，整件事情就会开始往前走。那台面上的乌鸦代表说，当大家站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之后，周围呢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不理解你，有人要质疑你，有人甚至觉得你变了。但是这张牌代表说，我们不需要用蛮力去跟每一个人争输赢，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本来就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一个认同或者是合可。我们可以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一句质疑就放弃自己已经看见的方向，因为前面的赢者已经让我们找到正确的观念，魔术师也让我们开始采取行动。在宝剑五呢，我们要学会的是在不同的声音里面依然守住自己的判断。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会进入一个新的角色，得到别人的信任跟重视。在新的位置上，你会看见原来自己早就已经拥有比想象中更多的一个能力当你开始用更新的标准看待自己的时候，你的表现也会跟着提升。好，以上就是属于第3组朋友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好，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快的掌握好运或是掌握人生的主动权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尤其第3组的朋友，你们有这个赢者牌，非常适合去探索灵性的知识，欢迎加入米娅的塔罗课程，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下次影片见喽，拜拜。